有姐妹让我研究一下特香包，今天来给大家交作业啦。特香包我也没吃过，在网上了解到特香包是老厦门人的古早面包，好像最有名的是思北特香包，不知道我了解的对不对啊？不对的话，厦门的小伙伴们给我纠正一下。特香包的特点是特别的香，它有个炸裂的表皮，刚出炉时外皮很脆，里边的口感奶香十足，绵密柔软，还特别有嚼劲儿。网上特香包的配方很少，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制作流程。我在全网找到了4个特香包的配方，翻遍了所有评论区，最后给大家整理出一个特香包的做法。特香包之所以特别的香，是因为加了奶香粉，懂的都懂，这个东西肯定是香精。如果你想做出特别香的效果，那必须要加奶香粉。那我给大家的配方就是在家做的不加香精的做法，除了香味达不到，其他的效果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达到了。这4个配方我全都做了一遍，最后我觉得还是加甜老面的效果最好。隔天放置以后，面包内部的口感不会发干。像配方1不加改良剂的话，放1晚上以后口感就会发干了。特香包做法挺简单的，只有4个步骤：揉面、整形、发酵、烘烤。按配方用后油法把面揉到9分筋的状态，揉好的面团温度还是尽量不要超过28度。然后我是分成2份操作的，因为1份我觉得面团太大了，我胳膊太短赶不开。正常的流程就是揉好面，用压面机给它反复的压到面团光滑。没有压面机就像我这样反复的擀开折叠，给它重复5到6次。擀开以后给它进行一个3折，然后90度旋转继续擀开。刚开始还是比较好擀开的，随着折叠的次数越多，面筋形成的越强，就越难擀开了。这是第2次折叠，然后再旋转再擀开，就这样重复5、6次就可以了。最后一次擀开以后，在表面刷上黄油，这个黄油的量不在配方里，我是随意抹上的，你也可以不抹。然后从上到下卷起来，把2头的底边捏紧，尽量是给它整成一个橄榄形，放到吐司盒里。因为我没有合适的吐司盒，我也不想再买了，所以我还是用的这个450克的吐司盒。第一个做的是原味的，第2个做一个椰香果干味的，我也是在网上看到有面包店这样做的。抹一层黄油，然后上面撒一层椰蓉，再放上果干，我放的是葡萄干和蔓越莓。然后再卷起来就好了。整好型以后，这2个就拿去发酵，发酵温度不超过30度，这个发酵非常的慢，最少也要2个小时。因为这个面团的面筋非常的紧，所以它发酵也比较慢。我还尝试了一下用我这个手动压面机来压面，结果我这个面团太软了，还是用手擀的比较好。最后发到原来的 1.5 到2倍大左右就可以烤了，这个状态差不多是5到6分满。把模具放在一个烤盘上，因为有黄油怕漏油，放在烤箱的下层，上火150到160度，下火180度烤40分钟。这个面包要烤的时间长一点，要不然它是真不熟啊。看这第2个多么的炸裂，这是特香包的特点，炸裂的外皮。第1个出炉这个之所以没炸裂，可能是因为里边有馅儿，卷的比较松。炸裂的这个外皮是比较脆的，因为里面抹了黄油，所以撕开它是一圈一圈的。里边吃起来是松软绵密有嚼劲的，这个口感就是介于馒头和吐司之间的这么一个口感。你们看我做的这个状态跟厦门的特香包像吗？大家可以给我点评一下啊，因为我也没吃过特香包。这个是有果干的，我就给它切开吧。据说特香包要一片一片撕着吃才过瘾，果干最好还是要泡一下，因为我这个果干没有泡，明显就是能感觉到这个面团还是稍微干了一点，面团的水分被果干吸收了一些，但还是很好吃的。甜老面我是按这个配方做的，把所有材料放在一起揉均匀，然后给它先在室温下发半个小时，再放到冰箱里冷藏发酵1晚上，第2天发好了就可以用了。
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大家想做什么就给我留言吧，我要做一个宠粉的美食博主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